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我们来讲泰国巨星的现世报。泰国明星温奈圭必达呢，他的英文名字是 Mav， 是泰国演艺圈家喻户晓的天王巨星。然而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呢，却不幸患了一个奇怪的病。许多的泰国人包括 Mav 自己呢，都深信这是前世今生累积的业力所带来的现世报。那 Mav 与病魔抗争了整整5年这段痛苦的历程呢，却被他的好友用镜头呢，忠实的记录了下来。那期间呢，通灵师多次介入还帮助他偿还业债。那 Mav 呢，也曾奇迹般的出现好转。然而命运呢，最终还是在2024年的3月20日画上了句号。那 Mav 呢，也与世长辞。他究竟做了什么呢？竟累积了如此深重的业力呢？这个震惊整个泰国的现世报案例呢，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 Mav 的故事。Mav 呢，又称是泰国版的张国荣。在1969年的6月16日呢，Mav 出生在泰国的甲米府兰达岛。他以模特的身份出道，在泰国的影视界声名显赫，甚至被誉为泰国版的张国荣。他出演的电影呢，步步票房火爆，尤其是在1999年主演的泰国经典鬼片《幽魂娜娜》中呢，麦克一角呢，更是让他一举荣获亿万英雄的称号。然而 Mav 的人生呢，重大的转折点却要从8年前的一档综艺节目开始说起。在2016年呢，这个 Mav 曾经受邀参加了泰国的一档通灵综艺节目。那节目的形式独特，其中有一位通灵师呢，与31位参与者呢齐聚一堂，其中一位明星嘉宾呢，便是本期的挑战者。那通灵师呢，会根据其生辰八字呢，精准的预测一位参与者的命运，并道出其注定会经历的劫难。那挑战者呢，必须从31位参赛者中呢，找出这位命运之人，方能挑战成功。节目呢如期顺利进行。 Mav 呢凭借过人的智慧和运气呢，接连闯关，赢得了多次挑战。然而就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 Mav 正按照这个通灵师的要求寻找那位造口业之人的时候呢，通灵师突然开口说不要找了，那个人就站在这里。言下之意呢，就是这个 Mav 自己，就是那位造口业的人嘛。那通灵师进一步的了解到 Mav 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有仇必报，并告诫他说你这方面的业力呢已经很大了，以后呢要更加小心。于是这个主持人随即就向这个 Mav 求证通灵师的描述是否属实呢？Mav 坦诚的承认通灵师所言句句属实。他自称自己并非是一个惯于咒骂他人的人，但是若遇到真正邪恶之人呢，他绝不姑息，迟早会让对方尝到骨头，承受应有的报应。谈及口业之后呢，通灵师又提到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他说你有没有伤害过小动物呢？Mav 听后呢略显惊讶，随后娓娓道来说，他从小呢家境贫寒，5岁起呢便经常外出巡视，帮助父母捕鱼，每日呢都能够收获满满的一袋。后来他还深入森林打鸟，到了6岁时呢，他已然是个像模像样的小猎人。Mav 呢是极其惧怕蛇的，因为每次看到蛇呢，他都会用弹弓将其一击毙命。于是这个 Mav 就说自己年幼无知杀生无数，多到自己已经无法计算了。长大以后呢，他曾经去过一处寺庙，那里的人没有人认识他。然而寺庙里的高僧见到他后竟然直接说出你小的时候杀了很多的小动物，你现在呢将会全身酸痛。听到此处的时候呢，这个通灵师便问这个 Mav 你现在是否能够感到身体疼痛呢？ Mav 也毫不掩饰地说坦言自己每日都会疼痛难忍，有时候呢疼到无法入睡，有时候甚至疼到无法行走，只能够爬着去这个卫生间。通灵师表示呢，说他之所以会询问 Mav 是否伤害过小动物，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些怨灵正在围绕在这个 Mav 身边。于是他就问这个 Mav 呢，想对这些怨灵说些什么呢？ Mav 就表示他希望能够请求他们的宽恕，并表示自己愿意为他们做功德和回响。听到这里呢，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不过是节目效果罢了，说说故事而已。然而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这个 Mav 的身体状况便逐渐的出现了更大的问题。他出现了怪病缠身，医学呢也无解的一些业力之报。Mav 最初只是身体莫名的疼痛，谁知道有一天呢，他突然发现手掌奇痒难耐，进而出现水泡，之后皮肤开始大片大片的冒出水泡，流血流脓结痂，然后不断的长出新的水泡，周而复始。Mav 当时访遍名医却无人能够找出其病因。最终呢，一位泰国的医学院的皮肤科的权威表示呢，Mav 患上的是罕见的皮肤病叫泪天疱疮，是免疫系统异常导致的。至于为何会得此病呢，医生无奈地表示不知道，发病的原因呢无迹可寻。这位医生给了 Mav 一丝希望，告诉他说这种病呢虽然罕见，但可以治愈。然而通灵师却给 Mav 泼了一盆冷水。在2019年呢，这个 Mav 再次参加了通灵综艺节目，
通灵师直言不讳地说他100%无法痊愈。然后呢，我们再将他参加过的2期节目的画面放在一起比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呢，仅仅3年时间，病痛已经折磨地将 Mav 呢判若两人。Mav 患病期间呢，他的妻子对他也是不离不弃，每日陪伴在他的身边，精心地照料并鼓励他。当时的泰国人呢都感叹呢 Mav 不幸地患了这种怪病，但是能拥有这样一位贤妻呢又是万幸。然而即便是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呢，这个 Mav 的病情呢仍然持续恶化。他从最初的行走自如呢，到后来出行必须靠轮椅，整个人也变得骨瘦如柴。就在 Mav 一家一筹莫展之际呢，他的朋友牵线搭桥呢，帮他找到了一位在泰国享有盛誉的通灵师，叫阿赞派善。那阿赞呢，在泰语中是法师、师傅的意思，我们这里就称呼他为派善先生。那派善先生最大的本领呢，就是宿命通，他能够洞悉一个人的前世，甚至知晓前世的某个人的今生呢转成了谁。那派善先生的预测呢极其精准，而且呢分文不取，因此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有本事的人。派善先生就告诉这个 Mav 的妻子和朋友呢，说 Mav 前世呢是印度或者是巴基斯坦人，一位富甲一方的一个商人，他与国王做生意呢，因此也拥有极大的权势。Mav 的前世呢是得罪过很多人的，甚至对佛教等宗教也做过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今生呢是有巨大的业力需要偿还的。这个派善先生通过这个宿命通呢，还获得了 Mav 呢在前世伤害最严重的7个人的信息。他不仅说出了这些人在上一世的姓名职业，甚至还清晰地讲出了这些人在今生的名字和大致的所在地点。然而派善先生给出的名字呢只有发音，没有拼写，这无疑给寻找这7位前世的债主呢增加了难度嘛。但由于前4人的今生都转成了和尚，派善先生也给出了寺院的大致信息，所以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而这4位和尚呢都已经圆寂，因此呢 Mav 能做的便是亲身前往这4人生前所在的寺院呢，通过一系列仪式呢进行忏悔。那第5位债主呢是泰国南部北大年府的一位教师，他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Mav 的妻子和朋友尝试了名字的不同拼写呢，苦苦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位穆斯林女士。她的名字呢与 Mav 妻子所拼写的名字一致，曾经是一名教师，但已去世15年。于是这个 Mav 也亲自前往这位女士所在的村子呢，以当地请求赦免罪行的方式呢进行了忏悔仪式。由于 Mav 在泰国备受欢迎呢，所以村子里的人非常欢迎他的到来，也乐意帮助，整个仪式进行的也非常顺利。说来也奇怪，当这5位前世的债主进行忏悔仪式之后呢，这个 Mav 的身体真的就出现了好转，医生减少了他的药量，而他的睡眠质量呢也大大的改善。这样这个 Mav 和他的亲友的信息呢开始大增，他们开始寻找最后2位前世债主。第6位债主呢是跨越15载的重逢与福报了。按照派善先生的指引呢 ，Mav 的第6位前世债主呢，我们姑且称他为 T 先生，住在靠近曼谷的地方。于是 Mav 的太太和朋友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 T 先生的地址。然而当他们赶到的时候，才发现T 先生早在10多年前就搬走了，去了遥远的四色菊府。幸好现屋主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于是呢 Mav 的太太和朋友就联系到了 T 先生。这位 T 先生得知到事情的原委之后呢，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参加 Mav 的忏悔仪式。更令人感动的是，考虑到 Mav 的身体状况不宜舟车劳顿呢， T 先生决定呢亲自前往这个 Mav 的家。而当前世的2位冤家债主呢在今生重逢的时候，Mav 和 T 先生都激动得热泪盈眶。T 先生就坦言，他说他感到相当惊讶，因为同名同姓的人有好多个，他搬离原址也有15年，地契上也未曾写下他的名字，没有想到居然还能找到他。而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位 T 先生觉得他此行呢是做善事，一定会交好运。于是呢，在为这个 Mav 购买见面礼的时候呢，他随手为这个 Mav 的家的房号买了几张彩票，结果竟然中了9张，共计18万注，约合3万多人民币。更令人称奇的是，就在这个 T 先生接受这个 Mav 忏悔之后不久呢，他说他居然又中大奖。他说这次是真的应验了善有善报的这句话。看来放下怨恨，原谅他人呢，也是为自己增加福气，带来好运的绝佳途径的。那前6位前世债主的问题得以化解之后呢，Mav 一家就开始联系最后1位债主。然而这一次呢，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原来这位债主的今生呢是穆斯林，不相信轮回转世的说法，并将这个 Mav 的忏悔仪式呢视为对他的侮辱，因此完全没有协商的余地。其实这个结果呢早有征兆的，因为派善先生在讲第7个人的信息的时候就曾提到嘛，说这个人的前世是佛教徒，因为遭受了极大的欺负呢，所以发誓来生呢要去信仰其他的宗教。这或许就解释了同样是穆斯林，为什么第5位债主的怨恨可以化解，而第7位却无法化解。
不知道是不是前世债主不愿意原谅而导致业力无法消除呢？还是因为麦弗的心理压力过大，于是他的病情呢开始急速的恶化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派善先生给出了另一个方法，就是请4位高僧呢为这个麦弗进行祈福仪式。那没有想到的是，完成祈福仪式之后呢，奇迹再次发生了，麦弗的身体竟然又好了起来，他甚至可以自己走出房间晒太阳了。麦弗在视频中还开心地喊着自己说：“我快康复了。”然而就在这之后仅仅2个月呢，麦弗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贫血晕倒了，又住进了医院。起初情况尚好，但随后呢，病情却一天一天的开始恶化。最终呢，他因为细菌感染，于3月20号呢，永远的离开了深爱他的家人和朋友，享年是54岁。麦弗去世之前的故事呢，充满了令人动容的灵异色彩。就在麦弗去世的前一天呢，也就是3月19号呢，他的小女儿在幼儿园独自收拾书包的时候呢，老师就好奇地询问谁来接你回家呢？小女孩却天真地说爸爸来接我回家。而此时呢，那个麦弗正躺在 ICU 的病房与这个死神搏斗。许多人相信这是麦弗不舍女儿，所以当时有可能是灵魂离体前来探望他们。而在20号当晚呢，小女儿在睡梦中还突然对妈妈说爸爸又来了。说完呢，便又翻身睡去了。而此时呢，麦弗的太太呢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去世。麦弗的葬礼呢是按照佛教的仪式举行的。当人们将他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寺庙的时候呢，车子刚刚停下，正和阿姨在一起的那个小女儿呢又一次说道，她说她看到爸爸又来了。就在葬礼的仪式上呢，小女儿钻到了麦弗的棺材底下待了1分钟，然后突然的放声大哭。当大家问她怎么了的时候呢，她的话呢吓了所有人一大跳。她说爸爸告诉我说请大家把塞到他鼻子里的棉花拿走，他觉得很痛。不仅仅是小女儿呢，麦弗的灵魂还去见了给予他诸多帮助的这个派善先生。派善先生就说麦弗看上去呢已经如释重负了。他带着歉意的说如果早知道自己逃不过这场因果循环的话，就不该苦苦的挣扎求医了。自己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不说，妻子和孩子呢也跟着过着很辛苦。派善先生就告诉他说并非如此，麦弗今生呢已经尽全力的去忏悔和赎罪了，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所以他的业力已经还清，不会再跟随到下一世了。那麦弗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的离奇曲折。他幼年贫困，青年飞黄腾达，中年却被怪病缠身。这种病呢，仿佛是针对他精心设计的一般。那作为一位天生英俊帅气在演艺界靠颜值吃饭，并达到天王巨星级别的麦弗来说呢，这种病不仅让他的身体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想必对他的精神和内心呢，也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所以麦弗幸好有贤惠的妻子以及讲义气的朋友，所以在他染病之后呢，他们都陪他走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这个故事呢，令人感到生命无常，也引发了我们对业力、轮回、善恶报应的深思。所以大家从中又得到了怎样的启示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